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介绍一支很有趣的中国廉价笔款，叫做金豪159。嗯，金豪159我有两支，当初会买这支笔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买了一支万宝龙149，然后过了不久之后，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卖一支二手的，就是这一支银色的这一支金豪159，我想说哇，这不是太爆笑了吗？它的外形做的很像万宝龙149，然后把数字加10，然后因为它是中国制的，所以又非常便宜，所以我就买了。买了之后，其实，在之前我是不太喜欢，嗯，这个外形跟它的设计，因为从以前就知道万宝龙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实在是太老土了，而且笔笔身又这么粗，实在是给人一种死有钱人的感觉，土豪的感觉，所以我实在不喜欢这种设计。但是后来买来之后发现，因为我手其实还蛮大的，我觉得，这支笔其实还蛮好握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的前言，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这支笔本身。这支笔的外形，除了我这边的黑色配金色跟黑色配银色之外，还有各种颜色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Google 看看，它有各种缤纷的色彩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笔夹跟这个环是银色的话，你会拿到的笔尖是像这种银色的笔尖；如果笔夹跟环是金色的话，像这个一样的话，你里面的笔尖会是金色的。其实也不只是金色，它是一个双色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金好的笔尖好了，有没有办法拍得清楚一点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金豪的马车，它的 logo，然后上面用英文写金豪，然后18KGP，它的意思可能是18 karat gold plated，就是18K 金包覆在上面。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它没有镀金的版本，这个银色的版本上面也写了18KGP，所以反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很爱胡乱，我们就笑笑就好了。然后这两支笔的笔尖都被我换下来，所以我等一下会介绍我把它换成什么笔尖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外观的部分。金夹或银夹，在你转开之后，中间这个握位的部分颜色也会不一样。金色就是配金色，银色就是配银色。然后这支笔的全长不含笔盖是126毫米。很有趣的是，我觉得非常刚好的一点就是，盖上笔盖之后的全长竟然是149毫米。跟它模仿的149是一样的数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巧合。然后重量部分，这支笔我必须提一下，它好像是用黄铜当做就是它的胎体，所以然后外面再包塑胶，然后所以这支笔其实蛮重的，不含笔盖的话是31公克，然后加上19公克的笔盖之后，总共是50公克，是一支蛮重的笔。那我个人觉得它不会重到握起来不舒服，我觉得它的重量是蛮舒服的。然后粗细的部分，它的笔杆最粗的部分是16毫米，然后笔夹是18毫米。不是笔夹，对不起，笔盖是18毫米，然后握位的部分大概是12毫米左右。然后说，我还在 Goulet Pens 上面看到它有一个资料是，
墨水容量，他说的是卡水可以装1.08毫升。我相信他指的卡水是指欧规短卡水，像这个样子，欧规短卡水，1.08毫升，然后吸墨器是1.05毫升。其实我这两支买的时间不一样，它里面配的吸墨器也不太一样。这一支是在我先买的时候，它上面配的，可以看到它上面一样有一个马车的图案，然后用英文写金豪。这个容量就很小。然后这一支是我后来新买金色这支笔的时候，里面附的吸墨器。我觉得它的品质比较好，而且容量也比较大。根据 Goulet Pens 说的是，这个吸墨器的最大容量是1.05毫升。我相信它指的是这个版本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跟欧规卡水看起来差不多大，大概小一点。如果是旧款的这种的话，就小非常多，所以Goulet 指的应该不是指这种款式。以后再拍一个影片来介绍吸墨器好了。这个吸墨器我个人觉得很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到书写部分的问题。书写部分，我刚刚讲过，我把笔尖换掉了。非常有趣的是，其实也不算很有趣吧，还蛮正常的。它的笔尖是用通用规格，所谓的6号尖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会有人称这种大片的笔尖叫做4号尖，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，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麻烦告诉我一下。然后它的笔舌，这个套筒不是金豪原厂的套筒，这个套筒是我买新的笔尖它附赠的套筒。对，然后好，这一支金色的笔我没有上墨，所以今天应该不会拿它来试写。但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以后会再来做一个特别影片。这一支笔，我把它换的笔尖是断血流中文尖。这个是台湾有一个很厉害的钢笔玩家，他自己做的研磨笔尖。它可以比较轻易的操作出汉字的一些笔画的特点。我觉得非常棒，我非常喜欢这个笔尖。所以因为这个笔尖是双色的嘛，所以我就把它装在金色这支笔上面，非常漂亮。好，这一支笔，银色的这一支我也换了笔尖。这一支笔尖我换的是德国的 WIN Win 的笔尖，它是 B 尖。好，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就来先写一下这支笔。这支笔是金豪。我写在它上面。159。对不起，我觉得我应该要重新对焦一下。好，然后笔尖是的 B 尖 ，WIN Win 的 B 尖。墨水是百利金异彩 Edelstein 拓帕什。我不知道在这个摄影镜头拍的清不清楚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在我写的第一行字，这个它有比较明显的红色的线出现在墨水上面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？因为159的笔盖它的设计密封性蛮差的，所以你的墨水很容易干掉。所以
在前几笔出来的时候，它都是比较浓的墨水，所以出来的线会比较浓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异彩长卡水，所以金豪的规格是可以跟通用欧规是共用的。这个应该刚刚就讲好。然后这支笔尖，好像可以制造出一点点的粗细变化，但是变化幅度不大。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反面书写。反面，其实 Win 的笔尖反面书写也还蛮好写的，而且会变得很细，但是有些角度会很刮直，但是就如同我们所看到，它的出水不会不顺。那是既然我们介绍这支笔，那我们还是应该来介绍一下它的原厂笔尖，可能会比较好。所以我来换一下笔尖。我换笔尖我是比较喜欢，哎呦，怎么连这个都拉出来？糟糕！哇，这下精彩了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连笔舌一起换，所以，哎呀，这个应该装得回去吧？可以了。好，我顺便来做一下装笔尖的教学。这个是6号笔尖如何装。它的这个套筒位置，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清楚。看不清楚。好，反正就是它有一个，它的套筒长得像是这个形状。这个部分呢，是用来放笔尖的。然后换个颜色。这个部分是用来放笔舌的。放笔舌的部分呢，它其实有一个平的地方，所以你的笔舌是只能卡在某一个方向，理论上应该不会卡错。好，其实我的墨水快没了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装回去，它还有没有办法写得出来。好，我现在把套筒跟我的笔舌笔尖一塞进去。好了，这下应该写不出来，糟糕，干了一堆蠢事。那我就来沾水试写好了。各位观众，很抱歉。沾我决定要来沾百利金的皇家蓝。这是我用小罐子装的百利金皇家蓝。我要顺便提一下，这一罐皇家蓝不是现行的款式，它是旧的款式，是我父亲给我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写。我没有塞好。看起来我应该要上一点胶把它粘住。金豪159。
件是原厂的。没有分粗细，没有分粗细。我之前看 Brian Goulet 的影片，他会说他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 M， 但是它就只有一个尺寸了。然后墨水是4001皇家蓝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支笔尖的表现。它其实比 Win 的笔尖还要软一点，可以制造出一些粗细变化，如各位所见。那么反面书写的部分，其实这样测试不太准，因为我是用蘸墨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出水会不会顺。根据我目前的测试结果，应该还算是不错。然后它也不太刮，所以反面书写应该是效果还不错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钢笔介绍影片，还有很蠢的换笔尖教学，希望对大家有用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